男朋友妹妹结婚，他们家给了我一份账单，账单上是他妹妹出嫁时所需的所有花费以及嫁妆，什么高级丝绸被、顶级家具，还有金镯子和金项链，七七八八的东西加起来有30万。淼淼，只要你出了这份钱，我们家看到你的诚意，我就可以娶你当老婆，以后好好宠你爱你。男友握住我的手，眼底的算计都快要溢出来。我微笑，看着他们一家子期待的眼神，一人赏了2个大笔兜，力度刚刚好，猛逼不伤脑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男友廖卓以妹妹要结婚为由，邀请我给他当伴娘。我没想太多，想着也是一桩喜事，况且我和廖卓已经订婚，也算是踏进门了的半个家人。因此，从答应这件事开始，我就为他妹的婚礼忙前忙后，大到参与婚礼订什么酒店，小到他妹妹要用什么眼影，忙活了这么多天，终于等到结婚的当天。廖卓妹妹叫廖甜甜，人如其名，长着一张萌萌的娃娃脸，是个小甜妹。看见她穿好婚纱，妆容得体的样子，我很欣慰，感觉自己最近的努力也是得到了安慰。婚礼举行前，廖甜甜在补妆，我在化妆室里玩手机。这时，廖卓和他妈走了进来。廖卓是单亲家庭，他很小的时候爸妈就离了婚，是他妈妈一把屎一把尿把他和廖甜甜拉扯大，所以我对廖卓妈妈很是敬重。我起身迎他们，却看见了廖卓妈妈手上拿着的一大叠收据。廖卓清了清嗓子，把收据全都递到我手里。淼淼，这些是我妹结婚的所有花销，你知道的，她嫁的是大户人家的公子哥，我们做娘家的也不能少了面子不是？我下意识接过收据，眯起眼随意翻了几张，确实，所以我当初帮你们妹妹挑嫁妆的时候，都是往略贵的首饰挑。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廖卓打断了。可是我们家给不起这么多钱，淼淼，你帮我们给了吧。闻言，我有些不可思议地抬头看着他，我没听错吧？你妹结婚要我给钱？廖卓和他妈对视了一眼，丝毫不意外我的反应。这些首饰、被子、家具，包括化妆师团队那些零零散散的安排，全是你挑的，不是你付钱谁付钱？廖卓妈妈指着账单上的内容，脸上都是责备。我们哪给得起这么多钱？当初叫你来是来帮忙，没叫你什么都选最贵的呀。既然这些都是你挑的，钱就应该你给。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。出于对自己男友的信任，我立刻看向了廖卓。廖卓，你当初叫我来帮忙，没说过我挑的就要给钱啊。廖卓跟我对上视线，立刻有些心虚地低下了头。廖卓妈妈把儿子挡在身后，眼神威胁我，有什么跟我说，谁让你一个外人多管我们家的事，你管了就要承担起这个责任。今天这个钱你就给定了。我冷笑，也明白了廖卓的意思，明明是他找的我，让我负责他妹妹的婚礼，这里所有的花费内容我都提前跟他们打过招呼，确认是两家人都喜欢，我才会下主意下单。当时他们给我的回答都是我看着喜欢就行，我选什么他们都可以接受。现在想想，原来是在这等着我呢。我这些天忙成狗，他们不管不问，找我要钱倒是最勤快。我只是没想到，连廖卓也会这样。看着眼前谈了4年恋爱的男人，我感到无比的陌生。见我不说话，廖卓得到了他妈的眼神示意，上前握住我的手。他微笑，眼睛里的算计明晃晃。淼淼，只要你出了这份钱，我们家看到你的诚意，我就可以娶你当老婆，以后好好宠你爱你。
反正你都跟我订婚了，你的钱也是我的钱，我的钱就是我家的钱。那我拿我家的钱给我妹妹筹备婚礼，本来就没什么不对呀。我嫌恶地甩开廖卓的手。廖卓，你们还要不要脸？你们家穷得活不起了吗？自己妹妹结婚的钱都要我出。我指向我自己，不禁觉得有些讽刺，更别说是这种这么荒谬的理由。就因为是我选的，我挑的，我筹办的，就要求我来付钱，被我驳了面子。廖卓妈妈脸色也难看了起来。够了，真是给你脸了，还没过门就对自己的钱有那么强的占有欲。以后做家庭主妇不得藏私房钱。我告诉你，你人是我儿子的，钱也是我儿子的，不然我就让我儿子跟你退婚，到时候你就是一个没人要的破鞋。我被气笑了，甚至都气得已经骂不出话了。这时，廖甜甜终于注意到了这边的动静，她皱起眉，拖着裙子缓缓走过来。见廖甜甜走来，我心里多少还燃起一丝希望。这些日子我多么辛苦，她是看在眼里。只要廖甜甜有良心，她就会站在我这边，至少可以显得我不是那么孤立无援。淼淼姐，我知道你这些天为了帮我很辛苦，但是……廖甜甜双手搭上我的肩膀，语气里带着些许责怪。但是你要是想嫁来我家，就肯定要付出点什么呀？人力你是出了，现在还差点钱力呢。你要想我们全家人认可你，不得表示表示吗？况且今天是我结婚的日子，现在快要上台了，你再不快点想通，我的婚礼就进行不了了呀。淼淼姐，你对我这么好，你不可能看着我的婚礼就这样毁了吧？廖甜甜笑着，我却感觉她的笑容瘆人，像脸上有面具的笑面虎。廖卓和他妈见状都附和起来。对呀，淼淼，你想想我妹妹，想想这个婚礼是你的心血啊，钱没了可以再赚，反正你还有我，这只是30万，可不及我们4年的感情。难道你要因为30万而跟我闹僵，要离开我吗？你又不是给不起这钱，你这样跟外面的拜金女有什么区别？见他们一唱一和的样子，我什么都明白了。他们早就商量好，要从我身上掏钱出来，而告诉我要我掏钱的时候，偏偏是今天廖甜甜结婚的日子，就是为了用这个理由道德绑架我，要我给面子，不要耽误廖甜甜的婚礼。我嗤笑，你们以为这样对我，还认为今天廖甜甜还能够顺利结婚？察觉到我阴冷的眼神，廖卓和他妈也有些慌了起来。你要干什么？我阴险一笑，没等他们反应，一顿抡上去。我钻研好了角度，用了最大力气、最快的速度，在他们最懵逼的时候，酷酷给了他们一人2耳光。啊呀呀！你干嘛打我？啊呀，好疼！我的妆怎么办？我等下还要上台。廖甜甜先反应过来，捂住脸就开始哭嚎。她没有时间管我，冲向化妆台就开始指挥人家化妆师给自己补妆。化妆师是我的朋友，刚刚在旁边听了那么久，早就愤愤不平了。他嫌弃地看了他一眼，收拾好自己的化妆包，转身就走了。廖甜甜的眼神看着化妆师走的背影，逐渐变得绝望。你不要走啊，我的妆花了我还要补的呀。看着他脸上对称迅速红肿起来的5个掌印，我不禁笑出了声。你居然敢打我们，真是反了天了！廖卓妈妈捂住脸，脸上都是震怒和恶毒。我告诉你，你这样对我们，休想让我儿子娶你。老娘打的就是你们这几个臭不要脸的！我告诉你，廖甜甜的婚礼今天是办不成了。你，廖卓，我也不会跟你结婚。我直面迎上廖卓妈妈的目光，气势比他还强。你！廖卓妈妈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，你了半天
一句话也说不出。我关上手机录音，看了眼时间，正好，外面宾客也该来齐了，没再理会他们的反应。我大步走出化妆室，直奔礼堂而去。你要去干嘛？张淼淼，你别走，你给我站住！廖卓他们见状，也连忙跟了上来，生怕我整出什么幺蛾子。廖甜甜穿着婚纱，又过于心急，不小心被裙子撂倒。廖卓他们见状，只能先回头扶起廖甜甜，帮她扶着婚纱赶来。我越过人群，在所有人疑惑的目光下，抢走了司仪的话筒。话筒刺来一声，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。我张淼淼，新娘廖甜甜亲哥的女朋友，受他哥邀请，这场婚礼我尽心尽力筹备了全程，而现在却遭到了廖甜甜一家人的背刺，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。我要让大家伙都来为我评评理。说着，我打开手机录音，对准话筒，播放了刚刚在化妆室发生的一切，除了前半小段没录上，后面关键性的那些话全部都录了进去。廖卓一家子不可理喻的话语被公之于众，在场所有宾客的脸色都变了又变，有看热闹的，有觉得丢脸的。张淼淼，你个贱人，快停下，不要再放了！廖卓快步走到我面前，眼睛赤红，狠狠给了我一巴掌。我捂住脸颊，泪眼汪汪地抬头，眼底是无尽的委屈。本来刚刚就被廖卓一家子操作震惊到的宾客们见状，一下子炸开锅了。廖卓，你怎么回事？至于打女人吗？好歹也是你女朋友啊！就是刚刚那些录音，我们可都听见了，是你们家欺负人家姑娘在先，怎么好意思？你们这一家子也真是够恶心的，人家来给你们忙前忙后，结果翻脸不认人。你们也是真好意思让别人出钱给你妹办婚礼，真是不嫌说出去丢人吗？我们怎么会有你们这样的亲戚？我看你们今天也别结婚了，先给人家好好道个歉吧。就是，宾客们的声讨声越来越大，廖卓他们的脸色逐渐慌了起来。你们这群人懂什么？我们家教训儿媳妇关你们什么事？他的钱不就是我家的钱？廖卓妈妈还在嘴硬，竟然开始和宾客对了起来。廖甜甜看着混乱的现场，脸色苍白，她跑到我旁边，拉起了新郎的手，嘴巴动了动，正想要解释，只见新郎脸色黑得像锅底，他一把甩开廖甜甜，毫不留情地告诉她：你们家这种做派，这个婚我们还是算了吧。廖甜甜倒在地上，看着越走越远的新郎，也不顾自己的形象，就跪着追了上去。廖卓更忙，身边围满了精壮的男人，他们都在为刚刚廖卓打我那巴掌感到愤愤不平，在我面前形成一堵肉墙，帮我隔绝了廖卓。廖卓只能陪着笑不停地道歉。我趁着现场混乱，赶紧从后门溜出了酒店。打车回到家时，已经是浑身疲惫。我洗了个澡，瘫倒在床上。这些天累死累活，我几乎没有时间想今天的烦心事，一沾床就睡着了。本以为我和廖卓他们撕破了脸，就不会再跟他们有任何瓜葛，但我还是低估了他们的臭不要脸程度。第二天醒来时，我家的门就被敲得震天响。我迷迷糊糊醒来，头被门口的声音吵得头疼。一打开手机，才早上8点。我眯起眼，看见了微信里有99家的新消息，点进去一看，几乎都是廖卓他们家给我发的信息。昨晚睡得太快，都忘记先把他们的联系方式都拉黑删除了。我点开廖卓的对话框，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大堆60秒的语音，随意点开一条，就听见了廖卓暴怒的声音：张淼淼，你这个贱人，你害得我们家这么惨，这件事我们家跟你没完，我跟你谈了这么久的恋爱，
怎么就没发现你是这种自私自利的人呢？连30万都不愿意给我们家掏，你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好东西？要不是看在你还有点钱，我会跟你在一起。我告诉你，你把我妹的婚事搅黄了，他们现在特别生气，男方还把彩礼要回去了，你必须得跪着给我们道歉，还要补偿我们家的全部损失。我听得耳朵烦，还没等语音播放完就把他微信拉黑了，而门外的敲门声还在继续。不用想，我都知道，肯定是廖卓他们找上了门，心底起了一丝无名火。他们是怎么好意思再找上门的？又是怎么好意思叫我跪下来给他们道歉的？越想越烦，长期被他们家挤压的怒气达到了顶峰。我起床冲进厕所，拿起拖把沾了一马桶的水，气冲冲的就去开门。我开门开得猝不及防，廖卓妈妈原本靠在门上的身体没找到平衡点，竟直接摔在我家门前。哎呦喂，我这把老骨头啊！廖卓见状，立马扶起了他妈。我仔细打量了一下眼前的3人，发现他们面容憔悴，眼底布满红血丝，还有2个重重的黑眼圈，像是一晚上都没睡的样子。廖甜甜更甚，脸上的妆都被她哭花了，现在就像一个来讨命的恶鬼。我丝毫不惧，眼神警惕地看着他们几个人。你们来到底想干什么？廖卓，我昨天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廖卓像是听到什么天大的笑话一般，指着我就是一顿破口大骂。他妈的，你居然还敢跟我提分手！你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我们被你害成什么样了！我现在过来就是要你跪下来给我们道歉，还要赔我们这次的损失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吗？你不就是不想给那点钱，又要我家出高价彩礼娶你，所以故意搅乱我妹的婚礼，想让我们妥协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还想让我娶你，就必须跪着给我道歉，不然我这辈子都不会娶你。廖卓妈妈听着自己儿子的激昂发言，也自信了起来。没错，你都跟我儿子订婚了，说明你还是想嫁给我们家的，我偏偏就不如你的愿。你这种女人就应该好好教训一顿，不然等以后过门了，不得反了天了。我好笑地看着他们，手里的拖把握紧了几分。行，那你告诉我，你们要我赔你们多少钱才愿意继续娶我？闻言，他们的骂声戛然而止。廖卓脸上明显有一瞬间的呆愣，似乎是没想到我会那么爽快地答应。他们互相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到贪婪。既然你有心悔改，我们也不会那么不近人情。不多，也就200万吧。廖卓给我比了个2，嘴里说出的话无比轻松，就好像这200万跟2块钱一样。我这下是真的被气笑了。我家里是有钱，但我不是二傻子啊！见我吃笑又不说话，他们居然以为我同意了这个金额。几个人咧开嘴，笑得跟奸计得逞的小人一样。淼淼，我就知道我们之前还是有感情的，你还是放不下我的。这次的事闹得太大，搞得我们一家人都很丢脸。但是看在你愿意赔偿的份上，我们也不跟你计较那么多了。廖卓的话刚说完，他妈妈就接上了话茬：怎么就不计较了？赔我们钱不是应该的吗？不过跪下道歉就不用了，给我们倒茶鞠个躬，道歉就完事了。我这老太婆还是很明事理的，只要你以后好好伺候我们一家子，我肯定会同意让我儿子娶你的。廖卓妈妈笑着，幻想自己以后又有钱又被人伺候的生活。廖甜甜撇撇嘴，脸上仍是不悦的神色。毕竟这次搅黄了她能嫁入好人家的婚事，心里自然最是不畅快。但自己哥哥和妈妈都不怎么在意，更是不敢提意见。我看着他们虚荣的嘴脸，
隔夜饭都要呕出来了。谁说我要赔你们钱了？你不赔你问我干嘛？廖卓脸上闪过一丝疑惑。老娘就是想看看你们到底有多不要脸。我扭了扭脖子，骨头发出咔咔响声，两只手抬起拖把，直接就冲廖卓的脸上来了一击。浓郁的厕所水散发着美妙的气味，廖卓毫无准备，原地愣愣地沾了一脸拖把水。廖甜甜往后退，发出一声杀猪般的尖叫：啊！你在干什么？你个贱人，居然敢往我儿子脸上对！看我不打死你，我要跟你拼了！廖卓妈妈见状，握住拖把的把子就想抢过去。我一个年轻人，还能抢不过他不成？我一用力，挣脱掉他的手，给他脸上也来了一拖把。拖把穿过他俩身边，我又给后面的廖甜甜来了一拖把。我边对边打在他们身上，几人被我逼退到楼梯口，边躲还在边骂我：张淼淼，你这样对我们，你会后悔的。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我不这样对你们，我才会后悔一辈子。滚！全部给我滚！我一拖把砸过去，转身回家关上了门。物业那边我早就打过了电话，现在约摸着也已经到了。果然，不一会儿外面就传来了争吵声。我透过猫眼看出去，看见的就是他们被几个物业围在一起赶出去的场景，心情一阵舒畅，终于赶走了这几个瘟神。看着眼前的房子，我不禁有些惆怅。我有钱，是因为爸妈去世后给我留下了一大笔财产，而廖卓是无意中知道这件事的。当时他突然对我发起了猛烈的追求，我涉世未深，以为遇到了自己的良人，在他的温柔乡里渐渐沉沦下去。可我没想到，他竟然藏了这样的一副嘴脸。这些年真心付出的感情都成了笑话，但我也庆幸自己能在结婚前看清了他们一家子的真面目。我去厕所洗了漱，还点了外卖。为了他妹妹的婚礼，我还向公司请了几天假。现在婚礼搞砸了，这假我还是要享受的。靠吃老本不长久，再加上我有自己的本事，所以我还在上班。订婚时，廖卓就跟我提过好几次，想让我辞职在家里当家庭主妇，给他生孩子。这些话虽然我听得不舒服，但都没当一回事。现在想来，他应该是想要榨干我的家产，又想得到个免费保姆和生育机器，为自己曾经的深爱感到愚蠢。但好在自己不是什么恋爱脑，该断干净的一定会断干净，怕他们再像今天这样找上门，我找了物业把他们纳入了小区的黑名单，这样他们就进不了小区，也打扰不到我。在家蹲了2天，又追了2天的剧，收拾收拾我就要准备上班了。这期间我没有再收到廖卓他们的消息，理所当然的，我也快忘了他们的存在。可没想到他们能再做了幺蛾子出来。这些天，我一直断断续续的接到了很多骚扰电话，有一上来就对我人身攻击的，也有对我污言秽语的。在接到第30个电话时，我一怒之下直接拔掉了手机卡。是谁故意整我，还是在搞恶作剧？我想不通这个问题，也不想再想。而这时，老板把我叫去了办公室。走过去时，我能感受到同事看在我身上的那些火辣辣的视线，我有些不明所以，但还是没想太多。进了老板办公室，他二话不说就指着电脑页面给我看。这一眼，我如坠冰窟，上面正是我和廖卓亲热时的照片和视频，而这些照片、视频都以一个其他的角度拍摄，明显是偷拍。而廖卓的脸已经做了打码处理，我的脸却是直接暴露在视频中。我的脸红了又白，喉咙像是被哽住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只觉得浑身冰冷，脑袋一阵空白。
老板看我这样也没说话，打开了短视频页面，给我看了一个视频。视频里的人正是廖卓。相信网上流传的视频大家也看到了，视频的女主人公正是我女朋友。她背着我出轨，还把人带到我家里来上床，但她不知道我房间有监控，把这一切都录了下来。我跟她相爱那么多年，我没想到她居然敢背叛我，这种女人真是让我恶心。而且这些年来，我在她身上花了不少的钱。你们说，出轨就算了，那钱总应该还我吧？我去找他要，他居然找了一堆保镖把我赶出门，还说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说跟我在一起已经是我的福气，叫我别肖想他的钱。我就这样被分手了。我脑子嗡的一片，都没怎么听清楚廖卓说的话，只是盯着他一张一合的嘴巴，眼底都是无尽的恨意和恶心。老板收起手机，观察了一番我的脸色。你最近手机里应该有很多骚扰电话吧？公司的热线也是，那些网友已经扒出了你的身份信息，还有入职公司的情况。我们公司因为你这件事受到了很大的牵连。我知道你是这件事的受害者，但是我叫你来也是告诉你，希望你尽快处理好，不要影响公司的声誉。我给你放几天假，你好好冷静一下，赶紧把事情处理了。后面老板还说了什么，我已经听不进去了。我麻木地点点头，走出了办公室。在所有人好奇的目光中，我拿起包包就走了出门，眼泪决堤而出，恨意翻涌我的全身。怪不得我老是受到骚扰电话，一开口就是对我污言秽语。廖卓他怎么敢的？他居然偷偷录像，颠倒是非，造谣重伤我。我没有回家，而是直奔警局去。我报了案，警察依法传唤了廖卓。廖卓被警察押回来时，还是一脸的无所谓。我死死盯着他，恨不得冲上去把他杀了。淼淼，别生气嘛，这只是我给你的一小份礼物，谁让你那么不识好歹，顶撞了我们全家人。我攥紧拳头，忍住了想一拳打死他的冲动。警察那边的处决出了结果，因为传播范围不大，廖卓只需要拘留半个月。我终于绷不住，整个人都快要气疯了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做这样的事却受不到应有的惩罚？警察除了劝慰还是劝慰。廖卓吹了声口哨，斜眼嚣张地看向我。原来他早就计算好了一切。我面无表情走出警局，只感觉到深深的无力。可是这件事还没完，廖卓被拘留了，但他妈妈和妹妹变本加厉，他们开通了账号，发了视频，搞起了直播。他们说我把廖甜甜的婚事害没了，还把廖卓害进了警局。我都那么大岁数了，好不容易把2个孩子拉扯大，一心只想让他们成家过个好日子。你们说我有什么错呀？对，我有错，错就错在遇到了这么个恶毒的女人，害了我对儿子和女儿，把我一个老太婆逼成现在这样。廖卓妈妈捶胸顿足，一脸的后悔，都怪我怎么就让儿子和这么个贱女人谈了恋爱呢？早知今日，我当初就让我儿子跟他分手。我捏紧手机，太阳穴开始有些疼。好，我今天就陪你们闹下去。我给他们发的视频投了几万块的抖加流量。婚姻男女这一题材本就敏感，毫不意外，当晚视频就冲了热门，各大网友顺藤摸瓜来找瓜吃。视频从一开始的几百个赞到几千个、几万个、几十万个，甚至隐隐有突破100万赞的迹象。廖卓妈妈的演技太过高超，把网友骗得团团转，大家都对她的话深信无比。评论区对我更是无尽的唾骂，这种女人真恐怖，把一个好好的家庭都撂倒了。阿姨别气馁，现在把那个女的甩了，
你们家的好日子就来了。这个女的，我好像知道，之前网上是不是还传着一些她出轨的小电影？对对对，我好像也看到过，就是她。还有不少广告商看中了这波流量，开始找他们带货。视频发酵了几天，热度只增不减。我也没闲着，找了律师拟定了律师函。我还把之前的录音翻了出来，以及他们来我家门口闹事时的那些监控画面。我把它们剪辑成一个视频，在热度最高的时候放了出去。网友们爱吃瓜，更爱会吃反转的瓜。我打上了标签，几乎是一瞬间，我的视频就爆火。我还买通了各大营销号，要求他们帮我散播内容。在我的强有力证据下，风向开始倒戈，网友们也换了一波。视频发出去时，廖卓妈妈和廖甜甜还在直播带货，直到直播间被网友们辱骂到封禁，他们才察觉事态的不对。之前我就觉得奇怪了，但是我不敢说。现在终于蹲到了反转。我从那个男的视频到他妈他妹的视频看过来，全是破绽。真是心疼小姐姐被这样的家庭缠上，太恶心了吧？怎么会有人让自己女朋友出钱给妹妹办婚礼呀？这妈也是个奇葩，不去演戏真是浪费了。把自己说成是受害者，还有模有样的。我满意的看着一切。现在传播范围够大了吗？这次我不仅要报警，还要把他们告上法庭。经过判决，最终廖卓妈妈和廖甜甜都被判了3年。我总算是长舒了一口气。但是廖卓那边还没结束，这些日子忙着顾着处理廖卓妈妈和廖甜甜的事，都忘了廖卓已经拘留到时间出狱了。等警察要传唤他回来的时候，他早就不见了人影。廖卓应该已经看到了网上的消息，知道自己妈妈和妹妹被抓，自己也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，所以他怕被警察抓去坐牢，第一时间就消失了。警察找不到人，只能告诉我会尽力抓住，但我的心一直都在不安地跳着。我当机立断，准备要搬家，和老板辞了职，联系好了搬家公司，我就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。我把自己要搬家的消息告诉了街坊邻居和小区的大妈大爷。我把一些不用的东西发在二手网站，表示自己要搬家，用不了。很快就有很多买主联系上了我。我挑了其中一个人，告诉他今晚在某某小区的门口交接，将微波炉抬出去小区门口。我就站在原地打电话，要联系买主。没等我打通，我就看见了草丛里蹲着一个人，我心跳直接漏了一拍。那双眼睛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，是廖卓。我正想拔腿跑，就被他拉住了手。救命2个字还没喊出来，毛巾捂上我的口腔，几乎是瞬间我就昏倒了过去。再次醒来时，居然是在廖卓的家里。我被五花大绑在椅子上，廖卓正敲着2郎腿喝茶。警察找过一次他家后就没再来过。廖卓心里的想法一定是觉得最危险的地方就最安全。见我醒来，廖卓也不再装了。张淼淼，没想到你这么有本事，居然把我妈和我妹都送进去坐牢了。我猜你是不是还想把我也送进去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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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突然他就仰天大笑起来。廖卓，你现在去自首，还能从轻判，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。我定定地看着他，眼底闪过一丝恐惧。廖卓看着我，目光越来越兴奋。我干嘛要去自首？进那个破地方关好几年，那我这辈子就完了呀！我都把你绑过来了，你觉得我还会自首吗？那你要干什么？我胡乱挣扎着，试图想挣开绳子。张淼淼，我知道你爸妈给你留了几千万的遗产，之前我还想一点点感动你，
让你自觉把钱交出来。可我没想到，你太精明了，你连一点机会都不给我。我多少次暗示，你都是打着马虎过去，我实在是等得没耐心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你就是不愿意给我当家庭主妇，把你爸妈的遗产给我呢？说着，廖卓的脸上带了些激进癫狂的神色。你爸妈都不在了，那我就是你最应该信赖的亲人啊！我呸！我往他脸上吐了一口口水，嫌恶地看着他。是，我曾经是以为你会是我最值得信赖的亲人，但现在不是了。从你们要我给你妹妹付钱办婚礼的时候，我的心就死了。廖卓抹掉脸上的口水，倒也不气不恼。你是说那件事吗？那件事其实跟我没关系的，是我妈出的主意。她说要给你个下马威。你跟我谈恋爱这么久，都没出过什么大钱，要试试你的诚意。但你不经事呀，怎么一试就是出来你是个爱钱如命的贱女人了？廖卓拿起桌上削水果的水果刀，缓缓划过我的脸颊，冰凉的触感使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。我现在的想法就是把你杀了，拿走你的钱出国，远走高飞，去过我的好日子。廖卓说出的话很冰冷，把杀人说的像是在杀牲畜。我身体止不住的发抖，心里的害怕一阵又一阵。救命啊！廖卓要杀人了！救命啊！我拼尽全力喊出来。廖卓看着我，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。张淼淼，你别想了，这里是不可能会有人来救你的，你还是乖乖受死。廖卓的话还没说完，大门就被用力踹开了，警笛声响起。廖卓被吓了一大跳，他急急忙忙跑到窗口，往外一跃而下。这里可是5楼，不一会我就听见了廖卓的哀嚎声。我早就知道廖卓不会就此放过我，所以我估计给他能抓住我的机会，把自己当成诱饵，引导他犯罪。廖卓这种人，一天不进去，我的心就慌一天。廖卓摔成了终身残疾，但尽管如此，他也逃不过法律的制裁。判决当天，廖卓坐在轮椅上，开始痛哭流涕地对我求饶：“淼淼，求求你原谅我吧，我只是一时糊涂，我只是吓吓你而已，我没想真的杀你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，我再也不会这样了。你看在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上，就放过我吧，淼淼，放过我吧。”我没有看他，而是直接走出了法院。天气一片晴朗，我的人生也终于获得重生。后来我真的搬了家，而且还是直接搬离了这座城市，搬到了一座旅游城市。我没有找工作，而是自己在景区附近开了家咖啡店，还养了几只小猫。来旅游看海的人都会进来我这逗逗猫喝杯咖啡，顺便看看海。不少人都说自己有被治愈到。我买了一大沓便利贴，告诉大家可以在上面写下愿望。现在我看着满墙的便利贴，心里得到了满足，这才是我想要过的人生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